结婚当天，恶毒婆婆为了给我下马威，逼我在一众长辈面前磕头敬茶。一些800年不见的七大姑八大爷都来凑热闹。我看着一屋子极品亲戚，反手就将茶盘掀了。这婚谁爱结谁结。婆婆躺地上撒泼，一口一个我不活了。发疯是吧？我会比你们更疯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故事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今天是我结婚的大喜日子，因为是远嫁，提前1天我们就来到我老公乔帅家附近县城的酒店里。天还没亮，乔帅带着一众亲友团来酒店接亲。堵门的是我闺蜜，也是我的伴娘付欣。她尽心尽力堵在门口给新郎出题。你和叶静第一次见面是在什么地方？乔帅沉默，看样子答不上来。付欣又换了个题目，你和叶静确定关系后，第一次约会在什么地方？没想到乔帅连这个问题都回答不上来，气氛一时间有些尴尬。就在付欣准备问第3个问题的时候，乔帅身后走出来一个染着一头黄毛的男的，手臂上纹着夸张的纹身，一脸不耐烦向付欣发火。你这都问的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问题？赶紧给我让开！我好兄弟今天大喜的日子，要是被你耽误了吉时，你负得起责任吗？说完横冲直撞就要挤进来。另外2个伴郎见状，也紧随其后要把门强行打开。双方推挤过程中，付欣不慎被推倒在地，摔了一跤。另外1个伴郎见付欣摔倒，两眼冒光要来扶他，被付欣闪躲开。那人顿时阴沉着脸，低声骂了句：“真没意思。”后来几人又借着找婚鞋的理由，打算对付欣动手动脚，吓得付欣脸色苍白。我出声警告：“乔帅，你的这些朋友别太过分了。”结婚前我就提前和乔帅交代过，我最讨厌的就是婚闹。乔帅见我脸色不好看，才不情不愿出声阻止他那几个伴郎的动作。虽然伴郎的行为被乔帅及时制止，还逼着他们几副心道了歉，但大家心里都很不是滋味。在酒店闹了点不愉快，一路上坐在车里，各自都没怎么说话。没想到更过分的还在后面。乔帅家在一个小镇上，车子7拐8拐绕过大街，来到街尾一座有些老旧的房子面前，乔帅下车牵我的手。周围噼里啪啦的鞭炮声震耳欲聋，我看着乔帅那种一如既往的温柔嘴脸，恍惚生出几分不真实的感觉。周围全是乔帅家亲戚，我父母原本就不同意我嫁给乔帅，结婚前和家里闹了点矛盾，他们赌气都没有来送嫁。跟着据说是乔帅家一个长辈的指导，我和乔帅牵着手，完成繁复的礼仪。拜堂、敬茶、改口的时候，他爸妈还给我塞了一个大红包，我用手一捏，鼓鼓囊囊的一大叠，看样子起码1万块。结婚之前，我对远嫁这件事情还蛮焦虑，有些担心万一以后处理不好婆媳关系，让乔帅夹在中间左右为难。他当时就告诉我说，没关系，我爸妈很喜欢你，他们不是那种为难媳妇的婆婆，你放心，无论如何我都会站在你这边的。以前我只当这些话是他故意说来宽慰我的，没想到现在看着红包分量，我有一点相信他的话了。走完了仪式，接下来我只需要回到房间，等待中午吃饭的时候再出来。没想到这时候乔帅父母从椅子上站起来，一脸笑容拉着我的手，对我说：“静静，我们这边敬完婆婆茶，还有一个习俗。他们这边的传统，结婚当天，男方亲人给女方送上红包，
算是认下女方作为这个家庭的成员。与之相对应的，女方收下红包后，需要给男方亲人磕头敬茶，以表明对长辈的尊敬。婆婆说这话的时候，一脸希冀望着我。我有些为难，悄悄问乔帅：“这是真的吗？必须一个一个磕头啊？你们家有多少亲戚？”乔帅点点头，安抚地拍拍我的手背：“乖，没多少，就是个仪式。那些长辈们都只是想见见新媳妇，一会儿就完了。这是我们的婚礼，大家都是图个喜庆。再说，越正式说明大家对你这个新媳妇越认可，这是好事吗？”看着乔帅一脸宠溺，我乖巧点头，想着如果没多少亲戚的话，反正磕头也有红包拿，不算太亏。很快，我就见到了他们一家口中所说的长辈和亲戚，30多个男女老少涌进屋子，其中年纪最小的是个2、3岁连路都走不太利索的小孩，他手上捏着一个红包，像是在捏住我的命脉。红包鼓鼓囊囊，一看里面就有不少票子。乔帅还没开口，我望着眼前的场景说话，旁边乔帅他妈先坐不住了，有些不敢置信。这就是乔帅说的没多少。这些不知道哪里涌出来的亲戚，纷纷从兜里掏出来早就准备好的红包，一脸不怀好意地看着我。旁边有人端着茶盘过来，上面是倒好的茶水。乔帅端一杯茶递到我手上，拽着我手腕走到其中一个老大爷面前，给我介绍：“乖，这个是五叔。”我穿着繁复的大红色绣荷喜服，脚下踩着高跟鞋，这身打扮确实不太方便。但现在我被众多人架在高台上，这头不磕不行了。我跪下磕头，端着茶盏给那个叫五叔的老人敬茶，恭恭敬敬叫了一声“五叔”。五叔笑着应了一声，接过茶喝一口，然后笑眯眯将手上的红包放到茶盘上。红包看着轻飘飘，没什么厚度。其实从磕完第一个头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突然意识到一件事：这事儿开了头，后面不磕完是没法结尾了。第二个是一个胖胖的女人，乔帅给我介绍说喊大姑。我朝大姑磕了一个头，喊了声大姑，大姑抿着唇不答应，也不伸手接茶。大姑，乔帅站在旁边喊她，她张开大嘴哈哈一笑，语气轻蔑：“大侄儿，你这媳妇好像不太认我这个大姑啊。这磕头怎么没响声呢？磕头没响声，我这红包可就不太好掏出来呀。”她从旁边冲出来，一脸陪笑：“怎么会呢？大妹子，我们静静可是最尊敬你这个大姑了。”说完扭头恶狠狠瞪我一眼：“静静，快重新给你大姑磕头，磕响一点。”我抬头朝乔帅投去求助的眼神，没想到这个男人居然把头扭向旁边，假装没看到。这时候我已经有点生气了，但一大屋子的人就这么盯着我，我想着结婚的日子，不愿意闹不愉快，咬着牙重新磕了个头，额头结结实实磕在地上，发出砰的一声轻响。好好好，大姑这才满意，将红包放进茶盘中，站起身让开位置。婆婆笑得满脸褶子，像朵盛开的菊花，重新退回到乔帅身后。就这样，我被乔帅扶着，一个接一个朝这些不认识的亲戚磕头，像一个被人支配的机械木偶。砰砰，很快，我额头上就传来刺痛，想来应该是磕青。这又硬又冷的水泥地，不仅是额头，我膝盖上也传来一阵阵痛感。我心底默默咬牙强撑，看着人堆里那些还没敬茶的人，鼓励自己：快了，快了，还有几个就结束了。又朝一个不知道什么的亲戚敬完茶，对方嘴巴一瘪，很明显
是不满意。正准备发难，我先他一步站起身，膝盖真的痛得不行，我怕我再跪下去会控制不住心中怒火。对方似乎没想到我会突然站起身，脸上表情有一瞬间的怔愣。婆婆见状不对，准备上前规劝我，没想到就在这时，我站在屋子中间，听见身后屋外传来看热闹邻居们的窃窃私语。快看，这老乔家又在给新媳妇立威了。嘘，小声点，你那媳妇进门的时候，你不也一样？那些800年没见过的亲戚都被你请进来了。哼，那可不。现在我那媳妇被我拿捏得死死的，我叫她往东，她不敢往西，别人都夸我家会调教媳妇嘞。这些话钻进我耳朵里，就像一记重锤敲在我心上。我才明白，这哪里是什么习俗，这就是他们家故意给我的下马威。乔帅脸上有些难看，婆婆站在他身后，脸色也有些奇怪，大概是没想到自己的想法被这2个多嘴的邻居三言两语就暴露出来。我心中还存着最后一丝期待，扭头看向乔帅，他们说的是真的吗？婆婆一把将自己儿子拉到身后，站在我面前，脸上挂着不自然的笑。怎么会呢？静静，你别听他们瞎说，这就是我们这儿的规矩，每个新媳妇进门都要经历的。妈当年结婚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不是什么大事儿。乔帅躲在他妈身后一言不发，眼神闪躲，很明显不敢看我的眼睛。如果现在还没明白，那我就真的是被猪油蒙了心。我没理会他妈的这番说辞，朝前2步，一把将他推开，伸手去拽乔帅手里的茶盘。我的目标是茶盘里的那些红包。今天倒要看看，得是多大的红包才配得上我磕青了的额头和膝盖。大概谁也没想到我会突然动作，不等众人反应，我伸手抓起一把红包，开始当着众人的面拆。刚才那些被我磕过头的长辈，脸色都变得很慌乱。从最小最薄的开始，我拆开第1个红包，里面掉出2张1块钱的纸币。2块钱，这就是他们家所谓的长辈对新媳妇的承认。我他妈快气笑了，一把将手上的红包壳子和纸币狠狠扔在地上。众人被我这架势吓到，竟一时间没人上来阻拦我。连续拆了7、8个，不出意外，里面全都是1块的、2块的，最多的10块的纸币散落一地。一直拆到最后的那个红包，也就是不满意我磕头声响的大姑给的那一个厚厚的红包。大姑脸色微变，朝乔帅大吼：“愣着干嘛呢？还不快阻止他！这么多亲朋好友看着，不嫌丢人吗？”乔帅和他妈7手8脚上来阻止我，但还是晚了一步。那个厚厚的红包被我一把撕开，里面折叠起来的纸币洋洋洒洒散落一地，竟然是冥币。又舍不得给钱，又想让自己脸上有光，故意用冥币装红包，反正最后也不会有其他人知道。但是他在人家婚礼上给新娘子红包里包冥币，他不嫌丢人吗？我真的要气疯了，一把抓起地上的纸壳子和乱七八糟的钱，狠狠扔在乔帅母子俩脸上。这就是你们家对新媳妇的肯定是吧？新婚当天给我送冥币，还要老子给他磕2个头，这是怕自己死后没人给他磕头，提前来这儿蹭2个。大姑一听这话不干了，冲出来推了我一把，语气不依不饶：“你这女人怎么说话呢？我是你长辈，有你这么说长辈的吗？”说完又冲着婆婆使眼色：“大妹子，我跟你说，这样的女人娶进家门可要不得，这才结婚第1天就闹得鸡犬不宁，以后可有你们家好日子过。”
婆婆似乎也对这句话颇为赞同，语气责怪：“快，给你大姑道歉。”那群奇葩亲戚聚在一起，幸灾乐祸，纷纷附和婆婆的话：“对，怎么能对长辈这么说话？快给你大姑道歉！我没听错吧？这群鄙人在我婚礼上给我送冥币，还要我给他道歉？我道个锤子歉！”更让我气愤的是，他们家亲戚七嘴八舌指责我的时候，乔帅就这么站在旁边冷眼看着，一句话也不说。他这是什么？默认这些亲戚的说法，也觉得这件事是我的错。乔帅手中的茶盘被我掀翻，我抓起半壶热茶，直接朝一群奇葩亲戚堆里一泼，这群人顿时吱哇乱叫散开。以婆婆为首的几个女人就要来拽我，我直接将脚下高跟鞋脱下来，把细细的鞋跟当作武器，谁来打谁。俗话说乱拳打死老师傅，被我发疯一样的举动乱打一通，居然没一个人进得了我身。婆婆在混乱中不知道被谁推倒在地，坐在地上开始张嘴嚎哭撒泼：“哎呦哎呦！新媳妇进家门第一天就打婆婆了，还有没有天理了？”乔帅被挤在人堆外面，完全插不进手。看到他妈一哭，顿时慌了，冲过来抱住我手臂，将我手上的高跟鞋强行夺走，还抬手打了我一巴掌。不过这一巴掌被我侧脸躲开，最后是打在了我肩膀上，立刻传来一阵火辣辣的疼。他愤怒对我吼：“叶静，你疯了是不是？这是我吗？这婚你是不是不想结了？”门外越来越多人围过来看屋子里的闹剧，我看着乔帅那张扭曲的脸，只觉得陌生又讽刺。我现在终于懂了结婚前我闺蜜告诉我的那句话：父母让嫁的人不一定要嫁，父母不让嫁的人一定不要嫁。我和乔帅相识于大学校园，那时候他虽然家境不太好，但一直很包容我，宠爱我。就是网上人们常说的那种身上只有10块钱，都愿意为我花9块钱的那种男人。我们家条件比乔帅好，爸妈都有正经工作，以后老了也会有高额退休工资。虽然只有我一个女儿，但养老完全不需要依靠我。和乔帅在一起后，我带他回家见过父母，父母就一直看不上他，觉得他是一个没钱没本事的穷小子。但我不相信，一个人的好坏怎么能用物质来衡量呢？乔帅对我的好，对我的无微不至，这些我都是真切体会到的。我自觉我比父母更了解他，因为这事儿还和家里闹过几次。每次吵完架，乔帅都会温言细语宽慰我，让我更加坚定自己没有选错人。所以一直到结婚，我爸妈都不同意我嫁给乔帅。但我那时候被男人的温柔陷阱蒙蔽双眼，悄悄偷了家里的户口本，准备和乔帅领结婚证。大概是天意，当天民政局系统出了问题，最后结婚证没领成。回到家，偷户口本的事情被我爸妈发现，他们勃然大怒，气得直接把我关在屋子里，强行断绝我和乔帅的往来。我在家绝食，和父母做无声的抗争，气得我爸差点动手要打了一顿，最后被我妈拦了下来。最后那次，我和家里大吵一架，拼死拼活要往外跑。大概是实在伤到我父母的心，这次我爸没有阻拦，只是坐在客厅吃了2粒速效救心丸，看着我很冷淡地开口。大概是实在伤到我父母的心，这次我爸没有阻拦，只是坐在客厅吃了2粒速效救心丸，看着我很冷淡地开口：“叶静，你今天要是从这个门踏出去一步，我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女儿。”当时我也在气头上，不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，义无反顾转身走了。
我爸说到做到，把我的银行卡和信用卡全部停了，1分钱也不给我，是真的不再管我死活。从家里离家出走半年的时间，乔帅就向我求婚，他承诺会照顾我一辈子，会一辈子对我好。我感觉自己被巨大的幸福包围，那时候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现在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蠢的女人，真他娘的蠢毙了！结婚没有彩礼，没有3金，一切从简，就连我父母都不愿意来参加这场婚礼。只有一个闺蜜负心，千里迢迢赶来给我当伴娘。我看着这一屋子的豺狼虎豹，终于明白过来，自己的选择错得有多么彻底。负心被人群挤在外围，根本插不进来。地上是躺着撒泼的恶婆婆，旁边是一脸愤怒的下头男，周围还有一群虎视眈眈的极品亲戚。我笑了，结婚？这婚谁爱结谁结，老娘不伺候了。你以为我会忍气吞声，就此愤怒离场？错，大错特错！我直接把落在地上的高跟鞋重新捡起，攥在手里，学着乔帅他妈的姿势往地上一坐，张嘴就开嚎：救命啊！打人了！恶婆婆第1天为了给新媳妇立规矩，联合一群亲戚欺负新媳妇了。他们打人，还在红包里包冥币，这是在咒我婆婆一家死绝呀！咒的是婆婆一家，我又没和乔帅领证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还有没有天理呀？各位好心的邻居，快帮我报警！我声音大，中气十足，直接把别人的声音盖过去。被拦在外面的负心接收到我话里的讯息，摸出手机开始报警。警方来之前，我是不会从地上起来的。屋子里的茶杯被我摔了一地，谁敢来接近我，我就拿着高跟鞋疯狂挥舞。我听到周围人都在说这新娘子疯了。乔帅一家大概觉得脸上无光，一个赛一个脸色难看。哼，我不好过，谁都别想好过。我像个泼妇一样坐在地上，张口闭口就是救命啊！恶婆婆打新媳妇了，没天理了！那群奇葩亲戚大概也没想到事情会闹到这个地步，特别是往红包里塞冥币的大姑，脸黑得像是锅底。见围观的人纷纷看过来，连忙出言否认，不关我事啊！这女人自己发疯，我那是……不等她说完，我开口抢话，伸手指着她，撕心裂肺，就是她！不知道哪里来的亲戚，给新娘子红包里面塞冥币，这是要咒我婆婆一家不得好死，心肠真的是好歹毒。结婚这种大喜日子，送冥币实在是有点不像话。他大概塞的时候没想到我会当场把红包拆开。围观的宾客纷纷对着大姑指指点点，语气里满是不赞同。我听到好多缺德、吝啬、不要脸等字眼，看样子都是骂那个大姑的。想到什么，我又爬起来冲到摆放礼金的桌边，把先前给父母敬茶给的那个改口红包拿出来，拆开，厚厚一沓红票子，把面上2张100元大钞掀开，中间夹着的居然是那种练功钞。婆婆脸色大变，就连乔帅似乎都没想到他妈会在这上面动手脚。我心思微转，表情一变，慌乱开口：这是谁？把我婆婆给我的改口红包调包了。说完随手往亲戚堆里一指，厉声质问：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偷了我婆婆给的红包里的钱？那人连忙否认。我又指了一个，那肯定就是你。先前我就看你一直站在桌子边，我婆婆给我的1万块钱改口费，是不是被你换成了一堆假的练功钞？1万块钱，这责任谁担得起？一群人头摇得像是拨浪鼓，关系到自己脸面，
婆婆这会儿也不坐地上嚎了。哪有什么人偷钱？我知道那红包里怕是本来就是准备的，只有最面上200块钱真钞，中间加的都是充面子的练功钞。这话要是传出去，能让乔帅一家在镇上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，以后还有哪家敢把自己女儿嫁给他？所以婆婆这会儿反应过来，肯定会顺着的我的话污蔑这群亲戚偷钱。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婆婆，你说。我一把抓住婆婆的手腕，你给我的红包里肯定都是真钱，是不是亲戚偷了我的钱，把假的换进去？婆婆眼神闪躲，支支吾吾，那样子既不敢说是亲戚偷了钱，又不敢承认自己在里面放的是假的。那个往红包里塞冥币的大姑，瞅准翻身的机会，肯定不会放过。果然，她朝地上啐了一口，可别乱污蔑人，说不定就是你婆婆往里面放假钱，打肿脸充胖子。围观人众多，婆婆脸色苍白，咬牙狡辩：“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儿子娶媳妇，我是做那种事情的人吗？”大姑嘲讽一笑：“那可说不准，我们家和你们乔家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，你都能舔着脸上门找我，让我今天来给你充场面，给你新媳妇一个下马威。”呸！老婆子心眼坏着呢。嚯！围观群众发出惊叹。婆婆眼见自己颜面无存，私底下的勾兑被人抖落干净，急得冲上去就要捂那个大姑的嘴。大姑以为婆婆要对她动手，连忙回手反击，很快两人不顾形象打成一片。我的目的达到，功成身退，冷眼看这两人狗咬狗。没想到的是乔帅，他居然冲上去帮忙，母子俩一左一右对大姑发起攻击。大姑不愧是战斗力最强的女人，以一敌二不落下风，双方你一巴掌我一脚，打得有来有回。旁边的人躲闪不及，被殃及挨了2个大比斗，火气上来也加入这场战斗。很快屋子里就打成一片。我一路退到屋子门槛边，看着这群人内斗。谁也没想到好好一场婚礼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。这会儿也没人顾及负心的动作，他终于从围观人群中挤进来，看见我完好无损，眼眶微红。我悄悄拍拍他的手：“别担心，我没事儿。”他凑在我耳边小声说：“我报了警，警方好像要到了。”终于，我等待的终于要来了。我朝闺蜜使了个眼色，重新走到屋子里，一下子坐在地上，张着嘴继续开始嚎：“呜呜呜！你们别打了！”那群人被愤怒冲昏头脑，根本没人管我。我毫不在意，继续自己的哭嚎，一直等到外面人群中响起几声怒吼：“别打了，全部住手！”有人低喝：“派出所的来了！”我脸上挂着欲落不落的泪珠，满脸脆弱和茫然，看着门外的几个警官叔叔。打架的人群被强制分开，一群人身上各处都挂了彩，乔帅衣衫凌乱，为了护住他妈，脸上和脖子上都被挠了几条血手印，看上去比我还狼狈。这些镇上的人和当地派出所的人都混了个面熟，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。我知道现在的场面如果真要论起来，顶多算是邻里之间的矛盾，被批评教育2句，大家又可以开开心心继续这场婚礼。但我怎么能忍受这场婚礼继续下去呢？我就是要发疯，最好把这件事捅破天才好。我望着那几个人，嘴巴一瘪，张嘴就开哭：“警官叔叔救命！我是被拐来的！”这下事态严重升级。乔帅和他妈反应过来，就要跑过来捂我嘴。乔帅他爸掏出好烟给派出所几人，一脸陪笑：“
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这新媳妇脑子有点问题。今天这事儿确实是大家闹得不对，我们一定严肃反省，保证不再闹。我是绝对不可能乖乖就范的，今天这婚礼谁也别想继续。他们追，我就跑，往警官背后躲，可怜兮兮求助：警官叔叔，你们帮帮我，我真的不是自愿结婚的，他们是人贩子，他们把我拐来的。对，身后闺蜜挤进屋子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把身上的伴娘服都换回正常的衣服，附和我的话一起控诉：我们不是自愿来这里的，帮帮我们。为了证明事情真实性，我撩起额头前的刘海，露出先前磕头磕青了的地方。他们还打人，逼我给他们磕头，呜呜，救命！乔帅一家三口拼命否认，原本和他们站在同一阵营的亲戚，这一嫁过后，那点薄弱的亲缘关系荡然无存，巴不得落井下石。嘴角被打出血的大姑狠狠啐了一口带血的唾沫，嗓门依旧中气十足：对，这妹子不是自愿的，我们就是看不过他们家欺负人才出手帮忙的。其他参与打架的人纷纷点头附和，像是找到为自己的行为开脱的借口。事情被我强行上升到违法犯罪的高度，谁也不想沾染上事端。很快，大家口供一致，乔帅一家三口的处境急转直下。这场婚礼最终还是没能办成。我和付鑫连带着乔帅一家三口统统被带回派出所。借派出所的厕所，我卸掉脸上哭花的妆容，披着毛毯和付鑫坐在一起，心中忐忑。因为我一口咬定自己不是自愿嫁过来，派出所找到我父母联系方式，给我爸妈打了电话。乔帅和他爸妈被分开问话，这会儿不知道里面情况怎么样。付鑫握着我的手，轻声安慰：乖，别怕，叔叔和阿姨不会真的不管你的。我有些担心，又有些愧疚。担心爸妈听到我的情况，一着急路上出什么事；愧疚是因为自己不听爸妈的话，识人不清，白白遭受这一趟罪，还连累付鑫。鼻头微酸，我朝付鑫真诚道歉：对不起，连累你跟着我受苦。付鑫被我惹得眼眶也泛红：傻姑娘，说什么呢？咱们可是最好的朋友，说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。在一起等待我父母到来这段时间，乔帅父母在派出所被盘问一圈，最后重新被放回去。从我们面前走过的时候，乔父脸色难看，乔母则是狠狠瞪了我一眼，嘴里叨逼叨：呸！我儿子看上你真是到了8辈子没。他还准备骂几句，被乔父呵斥一声：你还嫌闹得不够丢人吗？强行扯走了。乔帅看着我一脸失望：静静，我究竟哪里做得不好？你要这样对我？我抬头，眼神平静看着他，他脸上还带着伤，衣服也还是早上来接亲时穿的西装，不过被扯得皱巴巴，衣摆下面还有半个鞋印。和我记忆中那个永远说话温声细语，说要一辈子对我好的男孩判若两人。我梗着脖子不说话，而心里想的是，但凡今天我被他亲戚为难的时候，他出来替我说一句话呢。他知道他母亲的所作所为的时候，提前告诉我一声呢。我和他们家人起争执的时候，稍微维护我一下呢。没有，统统都没有。他知道他母亲要对我立威，知道那群奇葩亲戚的故意刁难，他就这么站在旁边冷眼旁观，甚至还质问我是不是这婚不想结了。人们常说，远嫁是一场豪赌。我知道自己这次赌输了。乔帅，你让我很失望。自始至终，我只对他说了这么一句话：4年的感情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，
但我知道前面是万劫不复的悬崖，唯一能做的就是悬崖勒马，及时止损。事情已经发展到如今地步，派出所的叔叔后来也知道今天这场闹剧，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。一位年纪稍大的警官语重心长：“闺女，结婚毕竟是人生大事，不是头脑发热一拍脑袋就能决定的事情。你父母人生阅历比你丰富，你该听他们的话的。”他说这话的语气和我爸爸说教我的时候一模一样，我有点心酸，突然就好想我的爸爸妈妈。父亲没我那些多愁善感的情绪，问那警官：“你们这镇上真的有新娘子给亲戚磕头敬茶的习俗吗？”老警官脸色有点不自然，看着我们好一会儿，才叹一口气，沉默地点点头。这些都是封建旧习，好些人家在结婚当天都取消这个传统了。不知道这乔家怎么回事，家里都供养出个大学生了，还信这个？从老警官口中，我们知道了，原来这新娘子磕头敬茶的习俗，在这镇上很早以前就有的。只不过后来随着时间推移，人们思想渐渐开放，这个环节也是能省则省，最多找几个嫡亲的亲戚来走一下过场。只有偶尔的家庭，为了给新进门的女子下马威，摆一下婆婆的威风，才会像这样招呼一些乱七八糟的亲戚过来。就像当时我听到身后讨论的那个邻居大婶，就像乔帅的妈妈。想起那时候那个自称大姑的女人说的话，我还有什么不清楚的？他们大概是觉得我上赶着远嫁，没有父母在身边撑腰，就可以随意拿捏。没想到我是个撒泼打滚的种。更可恶的是，乔帅对他妈做的一切都知道，却偏偏装作一副无辜的模样，真是让人想起来就恶心。经此一事，我算是对这男人彻底失望。至于那4年的感情和青春，就当是我识人不清喂了狗，只愿以后老死不相往来。唯一值得庆幸的，就是当初领证没能成功，不然还要去民政局办理离婚证，还要等1个月的静默期。现在我是一点都不想看见乔帅那一家人，要是再来1个月静默期，我怕的会忍不住发疯。还好我醒悟的还不算晚，一直等到下午1点多，派出所门外出现2道急匆匆的身影。我看着父母焦急不已的模样，我心头一酸，眼泪就这么顺着眼角流下来。我现在的模样着实算不上好看，因为先前闹那一场，似真似假哭过几场，眼睛是红肿的，额头上因为磕头也肿起一个大包，衣服先前因为在地上撒泼打滚，全身都是灰扑扑的。这会儿一看见爸妈，就没忍住哭出来，看起来就像是跑出去被人欺负的小狗，给我爸妈心疼坏了。我妈3步并作2步走到我面前，一把把我抱进怀里：“我的乖乖，受委屈了哦。”呜呜呜，今天受到的所有委屈，所有不甘，终于在妈妈怀里彻底爆发。就在派出所，我伏在母亲腿上，毫无形象嚎啕大哭。好不容易缓和情绪，抬头看见我爸依旧板着脸，眼里是掩盖不住的心疼，故意梗着脖子骂我：“让你当时不听话，现在知道吃亏了吧？见识了外面人心险恶，现在再看我爸骂人的嘴脸，都觉得可爱。”我可怜巴巴伸手去扯他袖子：“爸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”他最终还是没狠下心来责怪我，无奈叹一口气，转身去找警官办理交接事宜。当天晚上，我和父亲就被爸妈接回家。回去的路上，我删掉乔帅的所有联系方式，和这段无疾而终的感情彻底告别。这一次失败的感情和婚姻经历，彻底将我的恋爱脑治好了。
我开始将自己全身心都投入事业，是要做一个独立强大的事业型女人。2年后，一次偶然机会，我在大学同学嘴里听到有关于乔帅的消息。听说那之后，他又交了一任女朋友，和当初一样，他怂恿女孩子和他私奔，偷户口本出去领证。户口本没偷成，女孩子和他私奔回老家准备结婚。在婚礼现场，乔母故态复萌，找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亲戚给新娘子下马威，被新娘子大闹现场。不仅如此，发现自家女儿不见的女孩父母找上2人婚礼现场，听说那女孩父亲是混社会的，当场带人把婚礼现场砸了个干净。双方动手，新娘子父亲还差点打断乔帅的一条腿。乔帅家的名声在镇上算是彻底臭了。听到这些劲爆消息的时候，我刚收到一个项目的尾款资金，看着银行卡里增加的6位数存款，心情很好的给自己开了一瓶香槟。爱情哪有事业香？管那乔家是死是活，都和我没有一点关系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